日前，米兰时装周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国的大明星，而中国明星占据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是代言的奢侈品牌多，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很高，其中就包括当红歌手蔡徐坤，刚落地米兰就受到了当地粉丝的热情欢迎。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蔡徐坤在出席活动的时候遭到了外媒的针对，故意拍他的丑照，而且都是高清对脸，角度也是很刁钻。而更过分的就是拍了也就拍了，甚至还直接将丑照发布到了头版头条，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热议。众所周知，明星出席活动都会经过精心打扮，无论是造型还是穿搭，除了奇装异服以外，基本上是很难挑出毛病的，除非是为了黑而去黑。像外媒这样去拍蔡徐坤，就是典型的故意针对。但凡懂点摄影常识的人都知道，拍照最忌讳的是高光和弱光，而拍出的照片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基本上是不能用的。而外媒发出来的照片很明显是没有调感光度，或者说闪光灯使用不当，导致蔡徐坤看上去是满脸乌黑，像是没睡醒的样子。然而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时无论是自拍也好，还是他拍也罢，包括其他媒体在内，蔡徐坤的镜头感是很帅气的，拍出来都是大片即视感，跟那几家外媒比起来，完全可以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当然有人支持，自然也就会有人反对，外媒到底是故意拍丑还是发的纯生图，肯定有人会这样去质疑。但要想证明清楚，那就只能拿路人用手机拍的生图进行对比，答案便可以知晓。而我们都知道，手机跟专业单反相机比起来，拍出来的效果是有很大差距的，主要是像素和成像方面的数据差。试想一下，如果手机拍出来的生图丑的话，那么用单反相机拍出来的生图自然会更丑更真实。可问题的是，路人手机拍出来的蔡徐坤年轻帅气，时髦前卫，尤其是皮肤吹弹可破，如牛奶般滋润娇嫩，跟外媒拍出来的又黑又粗糙的照片相比，完全是两码子事。对此肯定有人会问，去参加米兰时装周的中国明星不止蔡徐坤一个，为何会故意针对他呢？其实还是可以用对比法去进行论证，看一下外媒拍的其他中国明星，虽然没有精修图好看，但至少个个都要比蔡徐坤强。无风不起浪，空穴不来风。蔡徐坤之所以被外媒针对，肯定是有原因的，很有可能是刚到米兰跟老外聊天时昂头背手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上过热搜和新闻，说他在老外面前不卑不亢，彰显出了国人自信心，并获得了外界一致好评。那么这样的消息自然也就逃不过外媒的眼，觉得蔡徐坤不是自信而是自大，始终觉得咱们中国人低人一等，得在老外面前卑躬屈膝，跟个孙子似的活着。虽说只是猜测，但蔡徐坤这次去米兰确实给咱们国人长脸了。凡事都等子弹飞一会，这不等到了。昨日，艺人蔡徐坤被指控舞台背景抄袭，原因是他的线上演唱会中出现了一个背景和一位设计师的图片十分相似。很快这位设计师就发文表示是怎么回事，于是很多人就站出来指责蔡徐坤及团队，表示这也太像了吧。很快，负责他此次演唱会的后期团队负责人出来承认错误了，原来是蔡徐坤团队和他们公司进行合作，而负责人对蔡徐坤方谎称是原创作品，因为蔡徐坤方与其他人合作全部要求原创。事情发生后，蔡徐坤团队和 TME 都发声明表示会对此事严肃追责。之后，后期负责人也在外网发文承认错误了，同时也和作者协商一致，并购买了版权。今天，原创作者发文是设计公司的责任，还说蔡徐坤不用对此事负责。看过花絮的都知道，拍摄现场是绿幕，而后期设计是全部由外包团队负责的，所以蔡徐坤也是被不靠谱的合作方坑了，与蔡徐坤无关。终于解释了所有。有人表示蔡徐坤是总导演，这些为什么不把好关？可他又不是设计师，他能看出来有没有抄袭？其次，腾讯那么大个图库都检查不出来，他怎么检查得出来？而且设计师还说是自己原创的，所以就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原设计师冤有头债有主，不怪蔡徐坤，是后期公司的责任。蔡徐坤方尊重原创，严肃问责，设计公司承担责任。部分网友看不见。另外，蔡徐坤英文可以直接无障碍和对方沟通，会谈什么不清楚，但看起来这位设计师对蔡徐坤好像印象很好，误会解除，不然也不会专门这样发问。据悉，蔡徐坤昨日有黑热搜41家媒体赶来报道，而今日澄清却只有9家媒体报道，这就是所谓的媒体人。有一说一，蔡徐坤是受害人，是甲方，跟乙方签合同时也对版权进行了原创要求，现在出来抄袭事件，就应该乙方负全责，不能因为他是蔡徐坤，他的流量大，大家就模糊事实，把所有脏水都往他一个人身上泼。而且当初蔡徐坤演唱会还全程免费直播，是真正热爱音乐的歌手，遇到这种事，谁不说一句帅哥是惨？先不说是不是蔡徐坤，其他艺人也碰到过这情况吧，本质就是要整治这不良风气。其实很多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不懂吗？
换到他们自己身上，比谁都懂。你们怎么看？